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你的手腕上有几条线。手腕线看财运，有钱人手上都有这条。如何从手腕线看你一生财富？手腕线位于手掌与手腕的相接处，又称为动脉纹、手颈线。手腕线与人的运势息息相关，你可以观察一下你有几条手腕线，以此来判断你一生的财运。一般人的手腕线有2条，第一条表示生理机能状况，第2条象征财富和男丁。拥有3条手腕线的人，头脑聪明，可成为专业领域中的精英。手腕线的好坏与父母的遗传特别有关，你的机运、财富与健康，甚至未来的生育能力，都能从手腕线的形态上反映出现。每个人的手腕线不同，面临的考验与曲折不同，人生的际遇也是千差万别。有的人安享富贵，有的人却贫苦一生，有的人能一夜暴富，有的人却只适合劳而有获。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手腕线有几条的含义是什么意思？一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只有1条手腕线，则说明这是不完整的手腕线，寓意着此人在未来缺少亲友缘分，可能会一生劳苦孤独，很难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当我们发现这种手腕线存在的时候，就要及时调整自己命中的运势，增加自身的财运。2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是2条手腕线，则说明您的命运跌宕起伏，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坎坷灾劫，而且命中的财运和事业运也不是很好，很难遇到发财的机会，在事业上也难以得到长足发展，需要及时的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改写，如此才能够保证您未来的命运会更好。3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是3条手腕线，则说明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手相，预示着您在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会非常好，而且寿运也会非常漫长，在财运方面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一生的福气非常好，未来会成为一个福禄寿双全的人，但在生活中还是要提防小人。3条以上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在3条以上，比如4条或5条，则是一种大吉大利的手相，预示着您在事业、感情和求财等方面会有很大的收获，最终不但会找到一个如意的命定伴侣，还会拥有一份极佳的好工作，时不时的就会升职加薪。手腕线的形态，手腕线深刻、清晰，没有间断的人，表示其人精神充沛，身体健康。若线纹有断、缺、倒纹或切入一些横纹、杂纹者，其人之精神则见不足，体质不佳，也可能会有小病频出之现象。手腕线第1线呈链状，而其他2线优良，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甚为劳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只在靠近小指侧的手腕线为链形，表示年轻时劳碌，许多事总是要历经波折才能有收获，但在40几岁后生活逐渐好转，得以过较顺心的平稳生活，链形愈短，好生活来得愈早。手腕线上多直纹，表示此人必能获得名誉与地位，一生享得显耀的名声。若其上直纹不直而呈现斜乱者，则表示此人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不过很有可能是不正当途径获得的。手腕线上出现辅助线。手腕线上有十字纹，作为吉祥象征的纹理之一，十字纹若是出现在手腕线上的话，预示着其人在年轻时期有着较为艰苦的生活，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便能够迎来稳定和富贵。特别是那些手中感情线外形出色的人，更是可以在结婚后获得出色的事业发展。
从而依靠努力工作为自己赚取财富。2. 手腕线上有星纹，和十字纹一样，星纹也是手相中比较常见的吉兆纹理之一，而且星纹的存在代表着意外之喜，特别是出现在手腕线或者是事业线上，意味着命主能够在工作中获得横财。他们的财运虽然变化较大，但是却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有所收获。此外，这类人的理财投资能力同样也很出色，可以通过正确的投资为自己增加收入。3. 手腕线上有三角纹，大部分人的手腕处有一条手腕线，如果有3条手腕线，只要其中任何一条手腕线上有其他纹路形成的像三角形一样的纹路，这种人必定会大富大贵，能够从自己的祖上和父辈得到大量的家产，并且这种类型的人天资聪颖，拥有奇才奇智，自己创业或者从政都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自然会钱财满仓，富贵无人能比。4. 手腕线上有竖纹，这是指手腕线上存在短小的竖纹，直直地插在手腕线上。这种线纹对于命主运势的影响同样很大，如果其存在的位置靠近手腕线的中央部位的话，说明其人在中年阶段有着不俗的事业运。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线纹的长度也会影响命主的财富收入，一般来说是越长越好。5. 手腕线上有倒纹，非常糟糕的一种纹理。倒纹的存在无不预示着麻烦和危机的出现。手腕线上有倒纹的话，说明其人的性格比较重利轻义，非常渴望获得财富，但他们的愿望很难实现，相反倒是容易身患重病。6. 手腕线上有链状纹，这种掌纹是在手腕部分形成链锁的，而且线条清晰。通常有这种腕线的人都是大器晚成的人，需要在早年经历更多的困难，应该培养这种人的自信和热情。当心智成熟的时候，就能够利用自己所积累的所有人脉和经验。7. 手腕线交叉，如手腕线呈十字形，杂乱，表现这种人体质差，身体爱有小毛病。女性往往有月经紊乱、生育困难、子女缘浅薄。男人有肾虚的问题，更应该加调理，注重养生。8. 手腕线断断续续，手腕线不连贯是精神缺陷的表现。女人轻则有卵巢问题，男人轻则常咳嗽成病。假如出现手腕线一段，更要注重身体，适当补充营养。4. 手腕线看健康生育，手腕线附近肌肉组织厚实有弹性，且肌肤细润者，其人之神经系统健康，少见病变，头脑聪慧，处事有条理，生命力旺盛，所以情志欲望也较高。反之，如是皮肤粗糙、肌肉松垮垮的人，其健康情况必见不佳。此外，当手腕线出现如下形态时，也预示着其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尤其是生殖系统较弱，恐怕会有生育方面的困难。1. 手腕线呈弓形，手腕线第一条呈弓形，不论男女，多有生殖系统的疾病，恐有生育或流产的困扰。3条手腕线都是弓形，不能生育的几率提高。请记得在生育前去看医生，及早调养，有病治病，不然提供胎儿良好的受孕环境也是好的。2. 手腕线呈链状，这是肠胃器官不佳的讯号。如果同时不见第2、3条手腕线，则身体更虚，同时也主一生劳碌，非常努力才能有收获。工作辛苦和身体差的关系，可谓积劳成疾的互为因果。3. 手腕线支线流入掌内，手腕线第一条和生育能力有关，手腕线支线流入掌中如图示，不论男女，均表示生殖系统不佳，不利子女。古有云，一支线损失一胎儿。现在医学发达，
可透过许多方式给宝宝安全的生长环境。不过，你需审慎处理生育能力较弱的问题。4. 手腕线位于手掌下，女子有此纹者，易有妇女病，生产时需注意血崩的发生，小孩易流产或是夭折，男子则有精虫稀少、难受孕的困扰。5. 手腕线有断裂斑点，许多人手腕线有断裂状况，这是身体衰弱并有暗疾的表示，特别要注意运动和良好生活习惯的维持，尤其在年纪渐长后，关于定期健康检查，该做的不可以偷懒哦。6. 手腕线在手腕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女人容易有月事方面的问题，受孕较为困难，即使怀孕也容易小产。男子容易有败肾问题，精气神差，关节及脊椎骨及膝盖容易有无力寒冷的情况，需注重休息养生，容易有关节炎方面的问题。志向之中蕴含的学问是相当丰富的，志之中有福志、财志、桃花志等各种分类，却也有命名为缺钱志的志向，所以很多人生在富家却没有富命，殊不知就是因为这小小的志对命运产生了影响。那么身体哪里的志是缺钱志呢？能够有钱富贵的志又在哪里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缺钱志。1. 发际线有痣。头部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而发际线部位如果长痣的话，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判断力。这种人虽然头脑非常聪明，想法也比较多，但是性格却比较的犹豫，做事不够果断，也会阻挡自己的贵人运，做任何事情都特别的劳累，缺少贵人的扶持与帮助，一生困难重重，经常做一些无用功，命运非常的可怜。2. 鼻翼有痣。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也为人的财库，代表着财运好坏和储蓄钱财的能力。如果鼻翼长痣的话，就像钱袋子破了个洞一般，容易漏财。这种人一般眼光不好，主见性不强，缺乏理财的意识和能力，容易轻信他人的话，缺乏自己的想法，依赖性非常的强，在生活中容易上当受骗，吃亏较多，在投资方面也容易盲目，跟风心理比较的重，缺乏独立的判断能力。如果自己创业的话，容易赔钱，生活穷困不堪。3. 嘴唇有痣。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福禄运势和人情冷暖，如果嘴唇长痣的话，这颗痣属于一颗小人痣。长有此痣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开放，说话做事都不喜欢受到约束，平时比较的贪吃，享受欲比较重，属于一个典型的吃货，交际能力非常的强，不过在对待男女关系方面比较的随便，自我控制力比较差，喜欢与异性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异性缘比较的好，但是大多没有结果，还容易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而损财，身体健康状况不佳。4. 美人尖有痣。美人尖即是额头正中的头发向下凸出来的一节，就像一个三角尖一样，如果此处长痣的话，这种人大多年运不顺，从小学业不好，心思不正，缺乏智慧和思考，也没有什么上进心，成年后整天也是不务正业，喜欢混日子，整天得过且过，还经常在外面闯祸惹事，不听父母的话，经常给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属于天生的讨债鬼类型，与父母之间的感情不好，也容易让父母失望伤心。5. 子女宫长痣。子女宫位于一个人下眼皮处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的位置。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被称之为劳碌痣。此处的痣长得过于暗淡无光，以男左女右。若是痣长在左边的位置，则说明需要为男孩操心；若是痣长在右边，则需要为女孩操心。则这样的人就没有清闲的时候，甚至老了还要为儿女奔波，下一代成不了大气候，不啃老就不错了。6. 福德宫长痣。福德宫位于眉毛上方约1公分的位置处，主要代表的是他们的福气与德性、婚姻运等等。以福德宫长得饱满明亮为福气，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福气不足，个人对待婚姻难以走到头，又称为二婚制。而这样的人德行较差，对待自己的家人不负责任，早先的能力再强，后半生也会过得比较的辛苦，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以后注定奔波劳碌一生，发不了啥大财。7. 肩膀正中间长痣。
在相学当中，若是在肩膀正中间的位置处长有恶痣，则属于劳碌痣。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拥有此种恶痣的人，往往就是奔波劳碌的命。个人的生计能力比较差，自己以后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安生，甚至还会为了赚钱奔波而操心，日子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没有安生的时候，常常是各种麻烦事不断，一辈子就会辛苦奔波，以后自然成不了啥大气候。8. 脚背长痣。脚背长痣又称为奔波痣，有此志向的人常年在外奔波劳碌，需要在外赚钱，与家人的相处更是聚少离多，赚的都是辛苦钱。脚上长痣的人一般命中不缺财，但是不可有过于拜金的伴侣，否则会拉低自己的运势。就算赚的再多，也存不住钱。表面上看似风光，但是没有积蓄，一旦用钱的时候，极有可能会面临破产的可能。2. 必定有钱的痣。1. 脚底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脚底的位置处长有吉痣，则属于典型的将相痣。一般的时候，这样的人个人的能力出众，责任感会非常的强，总是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行事稳定，知道怎么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工作，所以往往他们在以后的发展当中会取得高于常人的成就，个个都是上等好命，说不定还会成为人上人，居庙堂之高。2. 肚脐眼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肚脐眼的位置处长有吉痣，会被称之为福禄痣。一般的时候，这样的人都会拥有非常大的智慧，能力出众，有才又有才。就算是自己早年的起点再差，日后也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过上富裕的生活。若是女子拥有此种极致，更是会有旺夫兴财的好运势，日后必定会容易嫁入豪门，婚姻生活更是过得幸福美满，往往不会缺钱花。3. 肩胛骨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肩胛骨的位置处长有吉痣，就被称之为田宅进财痣。通常的情况下，这样的人行事稳重，个人的能力强，往往做事有担当，非常的靠谱。婚后有能力，有责任心，会在事业方面取得更大的财富积累。而且一般情况下，肩胛骨的位置处长有吉痣的人，至少在房产方面的能力出众，有极大的个人发展空间，能力本事自然也会非常不错。4. 手肘外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手肘外的位置处长有吉痣，则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能力强，智慧力高，抗压力也会比较强，就算是遇到困难，也能想尽一些办法而取得成功。所以这样的人天生的领导能力出众，情商智商双高，所以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做领导者，知道怎么利用身边的人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能够带领身边的人一起发大财。5. 胸口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胸口处长有吉痣，则属于典型的胸有大志的说法。通常的情况下，拥有此种吉痣的人，他们的心胸宽广，能容人，在事业上不是指一个人的沾光占便宜，而且有赚钱的机会，大家一起发大财。所以他们这样的人往往会保证事业发展顺利，更是会有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家庭生活自然也都是幸福美满。6. 迁移宫长痣。在面相中，迁移宫是指这个人的额头两边靠近发际线的地方。一般迁移宫有痣的人做事都会显得很轻松，做什么都可以，而且在生活中也是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源源不断的招来财富。而且这种人成功很容易，只要付出努力，很有可能会赚取很多财富，能够不缺钱花，将家庭管理的服服帖帖的。而且感情上也是能够有自己的财力支持，婚姻很好。7. 耳垂长痣。耳垂能够看出此人的运势福气，一般这个地方长痣能够看出此人的能力大小，一般这种人荣华富贵都能够享受，而且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能够得到。这种人不会因为一种小事而耽误，所以能够很好的赚钱。就算是不在商业上面发展，在官场上面也是能够有很好的前途，做事能够做得很好，得人赏识，越做越好，家族也会越来越大。8. 印堂生痣。印堂在面相中是两眉之间的部位，同时也是命宫所在的部位。
这种人如果是在印堂的部位有痣，代表着这个人能够很有经济头脑，做事能够想得很远，而且很有生意头脑，生财能够有自己的财运。所以这种人的运程能够很好，不会受到欺骗，也很有贵人运，能够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帮助，拥有很雄厚的财力来做支持，所以这种人能够担当得起。对于不少人来说，财富都是需要一点点去积累的，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也只有缓缓的积累财富，方才能在最后阶段成为有钱人的。那么在面相学中，年纪越大越有钱的面相什么特点？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下巴圆润饱满。在面相学中，下巴是代表着自己晚年的运势。那下巴圆润饱满的人，并且没有疤痕和凹凸不平的现象的人，都是属于越老越有福气的人。他们待人真诚善良，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且从不会去计较，即使付出的比别人多，也不会有怨气。他们也是正因为这种特质，才会积累下福气。那一般这种人的财运都不会太差，在随着自己的年龄增加后，福气、富贵什么的也会更加的明显。那到了晚年，大多人都会成为家庭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二、眉毛浓郁。眉毛浓郁的让你注重情义，为人仗义，比较轻信别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因此吃了不少亏，但日久见人心，也会有很多要好的朋友，这也成为以后的好运奠定了基础。眉毛长的人能够体谅他人，不为金钱所困，随着好人缘的积累，让他们在中年时期开始了人生巅峰，运势一路高升，财源滚滚进家门，在晚年更是安于享乐，不为琐事烦心。三、额头圆滑平坦。额头代表了一个人的前途和事业运，如果一个人的额头生得比较好，饱满圆滑而平坦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的有智慧，并且有着很强的事业心。这种人一般不会甘于平凡或平淡的生活，并且心气颇高，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有着很强的目标和理想，有胆有识，敢闯敢拼，有着很强的个人能力，并且心胸开阔，善于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贵人运非常好，事业上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贵。四、耳高于眉。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耳朵明显的高于眉毛，或是能够与眉毛平齐，则往往拥有此种面相的人，个人的头脑聪明伶俐，思维敏捷，学习能力比较强，在事业上很难会有一个大的成就，尤其是在事业上必定会得到贵人的帮助与提携，以后的收入积蓄自然不会太少，必定能够保证财运暴涨，越老越有钱。五、唇红齿白。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嘴唇长得红润有光泽，牙齿洁白整齐，则往往拥有此种面相的人，个人的精气神比较充足，气血旺，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积极进取，懂得个人的生存之道，赚钱的能力运势比较强，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能够成为佼佼者，遇到困难也能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六、三庭相配。一个人的面部分为三庭，以上庭位以眉毛以上的位置，而中庭则为眉毛到鼻子中间的位置，而下庭则是鼻子以下的位置，有天庭饱满、鼻子坚挺、地格方圆的上等吉祥。通常的情况下，拥有此种面相的人，往往个人的心智发育会明显的高于常人，钱财运势兴旺，个人的福禄运势比较强，一生过得顺风顺水，日子美满幸福。七、人中深阔。人中位于任督二脉的位置，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生殖能力与子女运势等。以人中长的深阔有形为福气，说明此人的生殖能力比较强，个人的子嗣丰隆有形。大多数的情况下，长有此种面相的人，生男生女的质量都会高于常人，能够做到优生优育，干啥都会有不错的发展，儿女个个都有大出息，注定能够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有享不完的清福。
8. 耳珠朝海。所谓的耳珠朝海，就是指一个人的耳珠长得大而长，朝向嘴巴的位置。已拥有此种面相的人，说明他们的口福不错，个人的工作也都是与吃食有关，味觉发育也会明显的高于常人，所以往往他们的中晚年的运势兴旺，拥有一番不错的成就，而且他们福气深厚，能够活到老赚到老，老来也会越来越有钱，不用为衣食发愁担心。9. 胖下巴。下巴在相学上也被称为奴宫，代表一个人的领导地位、人缘和财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晚年的命运如何。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饱满厚实，大多性格稳重，做事细腻谨慎，目光长远，考虑问题全面，做事务实踏实认真，能够赢得周围人的信任和器重，领导能力和理财能力强，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局部的财富，收入和储蓄丰厚，容易发横财。10. 正确的位置有肉。所谓转头是指鼻尖，在相学上也叫采波宫，代表一个人的运势和性格。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是直的，长满了肉，那么大部分都是聪明尖的，大脑反应非常快，他们内心特别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处事有自己的原则，做事认真负责，懂得坚持，所以无论是创业还是工作，他们总能做得很好，轻松赚钱。11. 耳位高。在相学上，耳朵被称为天官，代表一个人的富贵和福分。如果一个人耳朵位置高，耳朵顶端超过眉尾水平延长线，如果耳朵靠近后脑勺生长，这种人一般智商很高，大脑反应非常灵敏，善于倾听，人际关系融洽，身边朋友很多，而且这些人大多不是出身不好，能得到家里的支持。12. 眉毛又帅又整齐。眉毛在相学上被称为爱情宫或兄弟宫，代表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情感运势和气质，也可以从眉毛上看出一个人的气质和运势。如果一个人的眉毛很帅、很整齐、不乱，大部分都很温柔，没有脾气，很好相处，而且心胸开阔，善良大方，很受欢迎。遇到困难的时候，身边总会有高尚的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种人做事儿也很细心谨慎，有很强的投资理财能力，容易获得意外之财，生活也很丰富。13. 印堂宽阔红润。堂龈是两道眉毛之间的地方，在相学上也被称为生命宫殿，它是黄道12宫中个人运势非常重要的地方，可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和未来。如果一个人的堂龈面积是宽广的、红润的、饱满的，那么大多数人内心都是豁达的，能够勇敢地面对困难，所以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往往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收入很丰厚，自然不会穷。14. 额头上有偃月纹。所谓偃月纹，就是指外形微微弯曲，如同月牙一般的皱纹。这种皱纹一般来说会出现在年纪较大的人的额头上，而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期就有着明显的偃月纹，且数量不止一条的话，便说明他们在中年之后才有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成为一名大器晚成的成功者。要知道，额头上长有皱纹、疤痕乃是不吉利的象征，但唯有偃月纹是例外。这种皱纹虽然也代表了命主年轻时期容易吃苦，在生活中需要不断操劳，但是晚年之后确实能够享清福，有着出色的儿女运。15. 有着明显的法令纹。法令纹被视为是鼻翼的延伸，在相学中更是有着威严沉稳的象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拥有较为清晰的法令纹的话，那么他们的性格必然极为固执、严谨、沉稳以及富有耐心。这类人很适合成为公司企业的领导者或者是学者，因为他们基本上不会在工作生活上犯错。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在晚年获得福运，成为一名晚年幸福的人。特别是在工作方面会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成为他人敬仰的对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性格较为固执，他们的感情生活会经历一些挫折。16. 生命线杂纹多且双眼有神。生命线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富贵运，眼神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和心性。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杂文较多，但双目炯炯有神的话，这种人一般精力非常的旺盛，做事儿积极而生动，年轻气盛，所以年轻时容易与人发生口角和矛盾，导致意外较多，事业受阻。不过35以后，随着个性的成熟，做事越来越稳重，在事业上容易取得较大的突破和发展，不仅能够获得不错的地位和收入，婚姻感情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幸福。在相学中，人们最关注的莫过于人五官面相的特点，而聊到手相，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也是手纹。但其实除了手纹之外，一个人手掌的厚薄、手指形状也能告诉我们许多信息。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详细分享如何从手的特征看出自己是富贵命还是穷苦命。一、富贵手的特征。一、手掌柔软。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感觉特别柔软，看不到有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而且心灵手巧，很会赚钱。这样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有所成功。最关键是他们一生财运很好，尤其是偏财运，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似乎都会赚钱，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此外，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二、手掌厚实。罕见的10大富贵手相纹，其中之一就是手掌较厚的手相。手掌较厚的人注定可以做大事，他们聪明能干，吃苦耐劳，财运事业基础好，再加上自身不断的努力和努力，很容易就能取得成功。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也一直在默默努力，保持低调，这样手相的人容易发财，也是常见的富贵手相。三、太阳丘丰隆。我们的手其实和我们人生的运势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我们太阳丘的部位和财运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我们命中的吉祥程度密切相关。太阳丘一旦崩塌，富贵吉祥不易。但是如果太阳丘足够茂盛，你今后的命运就意味着终究有用不完的财富，也有吉祥的生活。可见太阳丘丰隆的人自己也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如果他们自己足够努力的话，那么他们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四、水星丘饱满。水星丘其实就是无名指和小拇指下方的区域，也是钱财纹和财运线所处的位置。这一区域代表个人所具有的财运和经商的才能。水星丘饱满乃是常见的有财手相。此外，这一手相也代表着其人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善于交际，应变能力很强。若是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肯定能够获利丰厚。五、有贵人线。所谓贵人线，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如果手上有贵人线，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而且贵人运特别好，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这种手相的男人财运极好，赚钱厉害，大多能够拥有很多资产，家人也跟着享福。有此手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的，日子过得非常富裕。六、有三豹纹。手相中食指上的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是3条指节纹便叫做三豹纹。通常拥有三豹纹的人，他们的财运比一般人要好，而且个人的财运多数是来自于好的桃花。因为这种手相的人，他们的感情婚姻运势很好，嫁贵夫娶贵妻的几率很大。总之，有三豹纹的人，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另一半成为大富大贵之人。即掌心纹路相互交叉。
在相学中，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呈三角形或者方形，统称为财库。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有也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如果掌中交叉的很明显的话，表示此人财运极好，有一定的资产，一生都不会缺钱。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即使不用太辛苦，也能拥有比别人还要多的财富。这样手相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不愿寄人篱下为别人打工，也不愿意被别人管着。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收入可观，日子过得非常富裕。8. 掌心藏水。所谓掌心藏水，指的是把手平摊开，中间整个凹陷下去，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也非常的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赚到钱。有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智商情商都很高，人际关系较好，也懂得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容易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理财，比如买些理财产品，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并从中获利。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赚钱容易，存钱也很厉害，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9. 中指细长。细长的手指总是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中指长的话，在手相学中，中指代表人的交际能力，所以中指长也是典型的富贵之兆。生这个命的人，不仅自己贵人运势极盛，而且在其一生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家庭的力量，可以顺利度过一生，安乐享受。晚年时期是长寿命格，所以这样手相的人不仅在年轻的时候富贵，也在晚年时期也显得富贵。10. 无名指长。如果一个人无名指生得很长，跟中指差不多长度的话，表示此人很有创作才华，有天赋，脑子灵光，会赚钱，而且财运也是非常好。不管做什么职业，只要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能从中获利，而且收益可观。无名指长的人一般都特别聪明能干，颇有智慧，做事有头脑，大多数都是靠脑子吃饭，不用太辛苦就可以把日子过很好，钱财不缺。相反，如果无名指特别短的话，那就表示此人辛苦劳累，而且可能比较喜欢赌博，总是想着一夜暴富，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最后一败涂地。2. 穷苦手的特征。1. 指缝过宽。在手相学当中，指缝比较宽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握不住财，因为指缝太宽，就像是杯子破了一个洞似的，里面的水会不断地从洞中流出去，也就意味着钱财会从指缝流走。指缝宽的人可能有一定的挣钱能力，在赚钱方面很有自己的头脑，但是想要守护好这些财富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类人大多缺乏理财观念，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约意识，在消费方面不懂得节制，所以很容易出现浪费的情况。而这种不良的消费习惯也会给他们的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压力，越是年老越是拮据。2. 食指弯曲。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需要常见的用手劳动。如果一个人的食指是紧贴着中指，则说明这个人守财能力很好。相反的，食指向外弯曲则是破财的特征，说明这个人只能任劳任怨的工作，注定要过穷苦日子。3. 手掌平而单薄。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手掌长得平而单薄，则这样的人天生的福气比较淡，福禄也不强，存不住钱。手掌粗糙就是干活的命。不仅如此，这样的人在生意场上也没有主见，容易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后半生的财路比较浅薄，
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利，一辈子都是劳碌命。4. 财运线暗淡。所谓的财运线其实也叫做成功线，如果线纹不完整，这类人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做事马虎不细心，诸事不顺，常常会意外破财，不善于理财，控制能力差，没有什么耐心，天赋也没有，事业运势不佳，正财方面没有什么发展性。也就是说，想要通过工作升职加薪爬到最高职位可能性不大，偏财运也不旺。5. 生命线断断续续。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处事态度不够端正，体力不好，生命力不强，有贵人相助，但是本身运势很弱，生活单调无奇，没有生活情趣可言，耐心不强，自卑消极，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导致生活越来越贫苦。手上的特征能够看出一个人一定的运势，但不能完全决定，所以在后天我们依然要努力生活，这样才会有好运。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